小学生平常上课都在做什么？今天老师在教室有让你们做什么吗？我不知道，老师有教你们什么东西？我忘了，社工他们都在讲什么？我不知道。The ring, the drum, the trumpet, and the triangle, and something that's a ding ding. 这集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对于这边公立小学制度的了解与感想。那加拿大每个城市的小学的教育制度呢都不太一样，我就会以我所在的西岸的 BC 省，还有大温哥华地区的小学为主。所以我们一起看下去吧。OK， 最近刚开学没多久，那刚刚呢，我去接小朋友们回家，放学回家，然后看到姐姐今天带来了这一盒东西，它叫做 Creative Pack， 学校的学生们呢一整年会用到的东西。我是第一次看到它本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箱，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好不好 OK， 好，这里吗？好走。 ，OK， 从这里开是不是？好，这是什么 ？Yupi， 给大家看一下。Crayola, clay, 4个 glue， whiteboard markers, pencil crayons, the glue, 一些哦，还有一些就是作业本，那里面就是让你写字的嘛。还有 markers. 它还有很多不同的本子，这个是空白的， That's for drawing 这 things. 个画画的吗？ This one has writing and picture. 总共有6本啊。好，然后放旁边，还有呢， Some markers, some crayons, a sharpie. 2个 Sharpie， 这通常让你们做什么的？ We never used them before. 用不到说 Erasers. 去年用不到，说不定今年用到了。也有铅笔啦，铅笔还蛮多的，一次就包含了12支，7种不同颜色的文件夹，里面都会放你们的一些作品，是不是？到时候都会放作品， More pencils. 然后还有 name tags 这个。这边的小学是9月初开学，那跟台湾小学不同的是，学生们不会一开始就知道他们会被分到哪个教室，要待1整年，也不一定会与去年的同学同班，而是在开学的前2个星期是由老师们来决定学生们会被分到哪个班级。那这2个星期是一个分班的过渡期，一开始同年级的学生们全部都会聚集到同一班，再由老师们来观察学生们之间的互动、特殊需求和个人能力等等，也会参考学生们在上一年的学习程度，再逐渐的把他们分配到他们觉得适合的班级。那每个班级的组成也都会考虑到学生能力之间的平衡。像有一些是比较外向的，有一些比较内向，或者英文很好的，又或者英文没有那么好的，所以没有所谓的资优班和放牛班，每个班级都尽量是平均还有互补的。那像它这个 Creative Pack 啊，跟 BC 省很多的学校都有合作，那2姐妹的学校呢也是其中之一，里面就是包含了这学生一整年会需要用到的文具，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每年的学期末呢，学校就会通知家长可以到网上订购这个 Creative Pack。然后新学年的时候 ，Creative Pack 就会寄到学校，让小学生们带回家，之后再拿回学校，放回学校的置物柜，对不对？每个小学生都有专门的置物柜。那去年姐姐上1年级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文具，我们其实家里都有，然后都想说可以重复利用，所以呢，我去年的时候就没有订这个 Creative Pack， 跟姐姐先分类一下，看家里有哪一些是有的，哪一些没有的，没有的我们就到外面去买，就跑了一些地方，像 Walmart、Dollar Store 或 Staples。好花时间跟精力啊，开车到处跑的油费跟材料费呢，这样加起来其实也没有省到多少，好吧？那今年就是直接就在网络上订购，省心省力啊。那当时大概付了60到70块左右。哦，对了，我们要那个贴 labels， 那你可以贴 labels 吗 Yeah. 现在全部拿出来。OK， 那除了 Creative Pack 之外呢，我们还另外要准备一些学校还需要的东西，2个夹链袋，1盒卫生纸，水彩，去年1年级用的， Yeah. 还剩蛮多，其实还是可以用的，重复利用，好不好？省钱。不同的 marker 尺，多出来的一些铅笔。然后妹妹今年是上 Kindergarten， 就是加拿大这边的学前班，就等于是台湾的大班。那加拿大的小学是由学前班 Kindergarten 一直到7年级。Kindergarten 的小朋友因为刚入学，等于是开始适应学校生活的年纪，所以并没有像姐姐一样有这个 Creative Pack， 都是由老师统一帮我们准备，费用也不高，一般的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姐姐，我们现在就等你把你的 name label 给贴上你的所有的文具，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再塞回这个 Creative Pack， 明天就带回学校。好了，赶快弄啦！
总算全部收拾完了，所以全部都整理好之后呢，小朋友就可以这样提着走。来，你可以提得起来吗？好，走啊走啊走啊。有的时候也会因为学生数量和开的班级不够的原因，而被分到年级不同的混班。像是2年前姐姐5岁是上 kindergarten， 那就是台湾大班的年纪，但就被分配到 K 和1年级的混班。她有一阵子还一直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念 K 还是1年级。那其实我当时的感觉是比较希望她能够上正常的 K 班，体验她这个年纪该体验的东西。可是当时老师的说法是，她与其他1年级的小朋友也能够相处得很好，而且同学之间的能力也没有差很多。那其实能不混班最好，因为这个是资源分配的问题而产生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我也听说有小朋友是从1年级一路混班到7年级毕业。那已经开学一阵子了，那班级呢也都分好了，那学生们也都开始适应学校的生活、新学年的生活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加拿大小学生的书包里面有什么，好不好？好，加拿大小学生都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包、喜欢的花色、喜欢的样式。那姐姐，你来跟我们看你里面有什么，好不好？好 ，planner 是干嘛的？写字的。写字的，还有呢？这是 pocket。像老师他们有什么资讯都会放在这个 planner， 其实就是很类似联络部的概念，课外的一个活动，看要不要报名。这个是我留的，它 planner 里面就长这个样子。然后有像月历的这种行事历，小朋友们呢可以写他们今天做了什么，然后明天会做什么。也有 fun fact， 还有 did you know。哦，是关于加拿大的小知识吗？可以念出来其中一个给大家听吗？ Wait, let me just find one I'm out. Okay. It's nearly impossible to hum if your nose is plugged. Try it. 一些简单的数学，目前是只有加跟减，这是小学2年级生的联络簿，我没看到乘法。那这个基本上呢5块钱，那今年呢是因为学生会帮忙出的，所以呢家长们就不需要再出这个钱，所以今年是免费的。你书包里面还有什么？午餐。便当啊，你便当盒有吃完吗？没吃完什么 ？OK， 便当盒。OK， 我给你吃一个。那平常呢，加拿大小学生是那种不锈钢可以拿去蒸的，通常就是这种很简单的冷式的便当盒，那里面都可以有这种不同的小格子，那有些可以装主食啊，有些可以装点心，还有水果之类的。那大部分家长们都会准备的是冷食，这样带到学校呢是不会有味道的。那我偶尔的时候会给他们装一点热食啊，比如说像意大利面或咖喱饭，那我就会放在就是保温的碗里面。但他们平常大部分都是有格子的这种便当盒，在一般的超市都有卖，就还蛮普遍的。好，下一个水壶、帽子。夏天的是太阳大，就准备帽子。Paper。这是什么？你可以秀给大家看吗？是什么东西？怎么折成这样？我的天哪，都折成这样了。The teacher said I can draw whatever I want to be like me。所以他就画他自己。OK， 所以这是你今天在课堂上面老师带你们做的活动，一些作业。2年级的小学生的生活其实还是蛮简单的，没什么功课，没什么课本。有的时候在学校做的这种画的画纸或劳作，就会带回家给父母看。好，那我们现在该美眉好不好？该我们 kindergarten 的小朋友开箱他的书包。好，你先放旁边。哇，这个是什么？水壶。OK， 这个是什么 I know what it says. I run for Terry Fox. Terry Fox 是加拿大的英雄，他就是很早的时候被诊测出他得到癌症，想说让大家 raise awareness， 就是 cancer 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所以他当时就发起了马拉松跑步，横跨加拿大，每天都在跑，每天都跑，好像至少20多公里以上吧。直到他跑到中部省的时候，癌症呢就转移到了肺，然后他就去世了。但也因为他发起了这个活动，世界上就很多人响应，算是加拿大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再拿一个屁屁便当。那你有吃完吗？没有。不喜欢吗 I don't like it with chickens. 有一件事忘了说，除了准备一般的食物之外，这边的学校很多都会说，请不要带花生，就是坚果类的东西。买车了。因为这边有些小朋友他们是对坚果类过敏的，那有些是只要一闻到味道就会起很严重的反应。但是另外画画的一个活动是不是？对。他们在课堂上面就是画画。
类似联络簿的概念。那 Kindergarten 他们是没有 planner， 老师都是以这种夹链袋来当做 planner， 里面就会放一些学校当天的资讯啊，或者是他们一些回家需要给我填的表单，什么都会放在里面。我打开。好，那你来打开。所以里面有什么？这个是这一周老师会让学生们做什么活动，然后让父母知道。家长看完每一天的讯息之后呢，就会在旁边签名。那我签名好不好？可不可以帮妈妈拿一支笔？然后我就签名。好，这代表妈妈看过了。OK， 然后就会放回夹链袋，带回去给老师。外套没有了，已经都没了吗 ？Kindergarten 小朋友也是没有功课，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书本。高年级以上，大概5、6年级开始就会有课本，那大概也才2、3本左右，而且不是新的，都是旧的，是二手的。上一年的小朋友用完了之后还回学校，然后给下一年的小朋友再继续用。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旧物利用，不用砍太多的树。加拿大的公立学校都是由政府赞助，那除了我们刚刚开箱的文具需要添购之外，上学基本上对这边的居民来说是没有学费的。学生在学校的时间大约是6个小时，有些学校是从8点半上到2点半，有些则会从9点上到3点，都会有一点不同。今天老师在教室有让你们做什么吗？今天你们到学校的时候 We did movement break， 看电视还有跳舞。就跟着电视跳舞。对，我们也做 spelling test。Spelling test， 我们有那个 cardboard all around us, so no one can see us, so no one can copy us。那是游戏吗？还是那是一个小测验？测验。哦，那你答对几题 We didn't finish it today。所以明天还会再继续。好，那妹妹呢？老师有带你们做什么活动？今天我们做 animal rescue。什么是 animal rescue？Animal rescue 是有冰块在小杯子里面，而且不能在那里面 get out of there。而且有我的是兔子的宠物。OK， 那你今天有学到什么东西吗？我们学了母牛。姐姐，你们今天课堂老师有教你们什么东西吗？有。那你们今天有 circle time 吗？有。你们一天几个 circle time？ 3个。circle time 都在讲什么？都在做什么？我不知道。老师读书，还有老师会念书给你们听。Yeah. 还有呢？我不知道。我忘了。妹妹，你们有没有 circle time？ 有4个。那 circle time 的时候，老师都在干嘛？我们do the calendar， 而且 do some dance， 而且 we sing and we also read some books and we even learn the cows。你们一天有几个 recess？ 2个，只有1个 recess， 另外一个就是 lunch。哦，所以总共有2个休息时间，所以是早上1个，下午1个。那 recess 都多久？15分钟。你最喜欢哪堂课？图书馆。每天都有吗？没有，星期2。1个礼拜只有1天。那去图书馆是都只看书吗？也可以玩具。有的时候我们用 iPad。那 iPad 里面有什么吗 ？Minecraft 还有 ABCs， 还有 spelling， 还有 a lot of other games。补充一下刚刚提到的图书馆，我们家2姐妹的学校里面是有一个图书馆的。那学生呢，每周都可以借1、2本书回家，非常鼓励小朋友们看课外读物。学生如果忘了还书是不会罚钱，只是不能再借新的书，直到你把之前的书给还回去为止，算是可以从中学习到一种有借有还的概念。今天上课你最喜欢的是哪个？ The dance room, because we get to even do every instrument. Music room. We get to stay at music room about 10 minutes. 哦，有去音乐教室，那你玩哪个乐器？ Did the tambourine, the drum, the trumpet. 哦，还蛮多的。And the triangle and something to ding ding. 中午吃饭的时间有多久？姐姐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可以跟妈妈分享一些学校什么好玩的东西。What kind? Like interesting things. Can you share anything? 也有 gym。体育课你们现在都在上什么 ？Tag， 还有 four corners， 还有 line tag， 还有 Nova。什么东西啦？妈妈访问你们结束了，跟大家说拜拜好不好？拜拜。拜拜。可以先再次跟大家说拜拜吗？拜拜。
所以家两姐妹在学校上课的流程大致上是这样：早上到教室后，老师会让学生们围成一圈坐在一起，来分享前一天发生了一些什么有趣的事。之后开始上课，有时去音乐教室，有时去图书馆，每天安排的可能都不一样。然后吃点心，跟到外面放风的时间。之后回教室做点劳作或者是习题，像是数学或英文之类。然后就是午餐时间，午餐时间只有20分钟。我们家姐姐吃东西吃得又慢，所以常常来不及吃完就被老师赶出去教室放风。下午回来之后就会做一些安静的活动，像是念书或者画画。放学之前也会做一些团体的课程活动等等。放学后，这边的家长很多都会接送小朋友去做课外的活动，像是游泳课啊、溜冰课啊，也有去公园玩和骑脚踏车。作业很少，甚至没有，所以在家里也有很多机会跟家庭相处。那对于需要上班的父母，有些学校会提供 after school， 就是类似安亲班的选择；有些则会与私人的安亲班合作，让他们来学校接学生。只是加拿大在 child care 这一块一直都很缺。好的 after school care 不好找，选择又少，找不到适合托儿的情况下，很多妈妈也只能选择牺牲工作，或者是请长辈来接送。那我想来讲讲衡量学生成绩的这一块。衡量的标准不是用打分的方式，而是看学生的 proficiency level， 用4种程度来评估每项课程的能力，分别为 emerging、developing、proficient 和 extending。听起来是不是就很像小婴儿学走路的能力？一开始狂跌倒，然后发展成像企鹅一样走得歪歪扭扭，接着开始走得稳了，最后开始延伸到会跑了，就是那样的道理。例如，以一个小学1年级的学生来说，他的读跟写的能力有没有到达他这个年纪该有的表现，或者他对书本内容的认知和对数学的解题能力是不是有在合理的范围？基本上就是避免在一个孩子的身上打分数，比较重视的反而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创造力还有合作能力。所以没什么考试，也不会被画红字，更没有成绩的高低排名。那我知道也是有家长对这样的教育理念有点困惑，认为考试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学生有没有把学到的东西给吸收进去。这个我自己是觉得各有利弊。当然，我也是希望我家2个孩子的童年能够快快乐乐成长，而不是每天被课业跟考试压得喘不过气。我觉得这跟地方的文化也是有点关系。亚洲的人口多，社会竞争激烈，很多企业也都是很注重文凭，考试好像是不得已的一种手段。而加拿大注重多元文化，强调考试跟排名会对部分的学生有着负面的影响，与国家的包容性这种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那我很好奇大家对这方面的想法，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哦。除了这些核心的学科外，学校也强调每个学生的个人和人际发展，像是学生常会被鼓励认识和表达自己的情绪，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现在社会开始慢慢的注重 mental health 这个议题，所以认识情绪要从小就开始做起。但好像华人教育普遍都还是没有这么注重这一块，都还是比较追求成绩跟学科，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华人其实可以有很大的进步空间。那说了这么多，亚洲的教育也不是没有优点的，像是在台湾，学校的中午可以有营养午餐，省去父母准备午餐的时间，然后可以养蚕宝宝好好玩，或者是同学们一起打扫教室，培养团体的感情啦。还有值日生这种责任分配的轮值，这些如果加拿大的小学也能够带进来的话，学生们的校园生活应该会更有趣吧？你们觉得是不是呢？好，这集影片到这，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见，拜拜。你们还有什么可以跟妈妈分享的吗？一次妈妈偷看我的学校，有一次我偷偷在窗户看，真的1-2次，因为大部分时间我就很乖的在外面等接送下子的时候。